感觉我应该是全网拥有最多 LED 面罩的博主啊，开个玩笑啦。其实呢，LED 面罩这个系列我真的做了很多期了。那我的 vlog 呢也会经常出现我去哪儿旅行啊，都带着4合1。那作为一个坚持多年照光的人啊，今天就来一个 Current Body 的面罩大合集。我这边呢一共是7个面罩子啊，各有千秋。那我会把它们的特点、效果、适用的人群全部给你们拆解。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，你一定知道哪一个适合你。那这个月呢正值是黑五，也就是全年的最低价啊，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考虑入手一个 LED 面罩的话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期，折扣码和链接呢都会在视频的下方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，我先从最基础的讲起，红光面罩。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LED 面罩呢，这个呢就是最好的入门选择，因为它就专注一件事，红光照脸。简单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原理。那红光呢，刺激你的成纤维细胞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。那近红外呢，是可以深入到更深的组织层，激活线粒体。那近深红外光呢，就是紧致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。我这个呢是2代，主要升级了更贴脸的形状，以及增加了灯珠和深近红外光。一共呢是236个灯珠，属于非常多的了啊。它也有不同的分配，其中呢深近红外光呢虽然只有16个，主要呢分布在眼睛下面和嘴角周围，可以针对眼周啊、嘴角啊这些顽固的皱纹。只有一个按钮，一按就开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模式选择，然后10分钟呢自动关闭。我的使用体验是，首先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亮，一定记得戴他们配的眼罩啊，就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光的强度的。在脸上呢更服帖了，它不像1代是平整的，平的东西嘛，就肯定它的贴合度没有那么好。这个呢是鼻子、嘴巴，包括下巴这一圈都包裹得很好，但是呢确实变重了。我记得我之前还有个视频吐槽过它，说我戴着有点重，然后有人告诉我说它上面还有一个带子可以勒住头，可是我还是嫌麻烦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，就是你戴在脸上之后呢，你不是有点重吗？有点往下垂嘛，你就靠在枕头上，就把那么一靠一蹭，哎，它就勒得很紧实，就没有那种往下坠的感觉了。可能只有我这样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重啊？欢迎分享。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皮肤的光泽度，就是有一种从内往外透出来的那种，像刚刚做完 SPA 的那种感觉啊。这个也是我当时在有4合1的情况下，我又入了这个2代的红光。我当时就是4合1和这个红光轮着用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年龄嘛，39快40了，毕竟还是已经开始渐渐衰老到筋膜层了，我需要更深的光。OK， 这个面罩适合谁？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LED，或者你就是想要简单有效的抗衰老，那这个2代呢就足够了。它主要就是满足抗老的需求，非常简单的操作，也很容易坚持。那如果你还有痘痘的问题的话，那你需要一个蓝光面罩。我这个还是老版的啊，还是这种老设计，就它是个平的，它里面是220个灯珠，是红光加蓝光的组合。蓝光呢是能够杀死痤疮丙酸杆菌，就是导致痘痘的那种坏的细菌，同时呢还能够减少皮脂的分泌。但是单独使用蓝光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消炎的效果是没有红光强的。那所以这个产品呢也加入了红光，就是蓝光负责杀菌，红光负责抗炎，促进愈合。和的红蓝光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紫粉色的啊，粉了吧唧的。我当时用这个是因为生完妹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脸上爆痘很严重，我不是天生的痘痘肌，但是偶尔我会有荷尔蒙痘，比如说月经前1周啊，下巴两颊哎就开始冒痘了。那用这个蓝光面罩之后呢，痘痘出现的频率就会明显降低。你看我最近没好好用，冒出来了啊。那它也可以帮助减少我们的油脂分泌，并且不会让皮肤太干燥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并不是很严重，所以我用它的也不多啊，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。这个里面的红光它主要就是净化皮肤的作用。那如果你是混合肌有痘痘，甚至如果你的痘痘很严重，需要结合水杨酸的 A 酸来治疗的话，那这种蓝光面罩对你是非常有用的，主要适合年轻人啊，没有什么抗老啊、亮白这种需求，或者是男生啊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，可以买来送老公、送男朋友。我这个就是自己不用了，扔给我老公用啊，他是大油皮，每天属于那种拿那个洗脸刷给自己刷脸那种啊。它就非常的合适。那如果你既有痘痘肌的问题，又有抗老的需求的话，你不需要买红光和蓝光面罩，因为 Game Changer 出现了，全能王6合1来了。这个面罩呢，其实和2代差不多大，但是它里面是有360个灯珠，它可以发出6种不同的光波：红光、近红外光、深近红外光，就是红光2代新加入的，我最看好的一种光。蓝光是祛痘，黄光可以帮你降低炎症，还有绿光可以淡化色沉啊，让你整体的肤色更均匀。那这个面罩呢，它是有5种预设模式，然后因为这个面罩呢，其实和4合1是一样的，它都是有 facial mapping 的技术，就是它把最合适的光送到最需要的地方。但是大家注意，就是
在 Complete Mode 全能模式中是没有蓝光的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他会担心蓝光对皮肤造成一些敏感，所以他不用蓝光，你也不用有这个担心。这个6合1其实我已经用了很久了，我之前在 IG Story 就发过很多次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是一个非常晚出测评的博主了，很多人都发过了，主要是因为我懒啊。但是讲真的，6合1目前就是我用的最多的面罩了，因为它啥都有啊，我根本不需要想。除了出门旅行的时候，我依然会带4合1，因为轻便啊。只要我在家躺在床上，我就会拿这个。那我几乎呢也是每天用的。当然了，你不需要像我一样每天都用啊，特别是刚接触 LED 面罩光的时候呢，还是要让皮肤有一个适应期。但是因为我照光很多年啊，我最早买的应该是 Dr. Bros 那个钢铁侠面罩，到现在至少是有5年了，我已经很习惯每天照光了，皮肤对 LED 光已经完全适应了。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如何使用的吧，因为我现在抗老是基础，我主要用的模式呢就是红光加 Complete 模式，就让所有的光波一起工作，这样就能够同时照顾抗衰啊、提亮肤色呀、改善质感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些特殊情况，我也可能会改变一些策略。首先呢是我的荷尔蒙痘，就我会看我的这个 Aura Ring 提醒啊，比如说什么时候我快要来月经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准啊，总是差几天，我特别需要我的戒指提醒我。那我这段时间呢就会加入 Clearing Mode， 就是蓝光模式的，专门对付这些即将冒出来的痘。因为我这2天一直在 travel， 去了洛杉矶2趟。就是一般情况，如果我不出门的话，那月经之前呢，我就会用一用这种蓝光，然后结合高浓度的水杨酸一起，防止出现爆痘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比如说我刚做完这种密集型的护理之后，比如说在家用的 RF 射频仪啊，用的什么超声蛋啊这些仪器啊，然后我现在也会在家做清洁。Shark 新出了一个家用的类似 Hydrofacial 的这种，超级好用，我觉得比那种 Med Spa 做一次快200刀的效果没什么特别大区别。那有时候我做完这类东西之后呢，皮肤就会有一点点处于轻微的发炎的状态，用黄光模式用来舒缓和镇定皮肤，那个脸恢复的快一点啊，然后也可以加强我之前做的这些家用美容仪的效果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比如说重要活动之前呀，或者是1周1-2次的吧，比如说周末我们出去约会啊什么的，我可能就是会 Complete Mode 和抗老模式一起用，可能做20分钟，让肌肤的光泽感啊、透亮度啊，可以瞬间升级一下。第2天出门的时候呢，皮肤会有那种特别亮啊，像刚做完 SPA 那种感觉。那因为我是长期照光，我很难给大家说给你来个对比图吧，用之前用之后，对比图只能找可能4-5年前的了，我没有什么对比啊。但是呢，我可以说，如果我有一段时间忘记了照光，或者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了，我会觉得自己的皮肤没有那么 ready， 总觉得差了点啥。然后回到家之后规律的照光之后呢，又觉得皮肤好像慢慢的恢复了一点神采。哇，它不是一下子嗖的一下皮肤就变好了，但是是一种你只要坚持，你慢慢的会发现你的毛孔越来越细，肤色明显均匀了，好像皮肤也没有那么油了，透亮的感觉也透出来，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延缓你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。那这个6合1的价格呢，是比红光2代贵个$200，然后红光的配置和2代是完全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多出来那$200呢，你买的就是额外的蓝光啊、黄光啊、绿光啊这些，还有它的 facial mapping 的技术，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入的，算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全能面罩了。4合1呢基本上也不用了，因为我之前4合1做过一个非常完整的单品测评了，我这里就不细讲了。但是我出门还是会带4合1，因为它扁扁的，特别好带。做个对比吧，因为有些人问，就是4合1和6合1到底具体有什么区别，要不要升级？那从灯珠数量上来讲呢，4合1和6合1其实都是360个，它只是波长的种类不一样了。4合1呢主要是红、深红、黄、绿这些组合，那6合1呢就是加了蓝光和这个深红外光，它多了祛痘以及更深层的抗老。如果现在来选的话，你只选一个的话，那肯定是入6合1了。不过已经有4合1的姐妹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什么痘痘问题，我觉得也不用急着升级，或者是你没有追求那么极致的抗老，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衰老到筋膜层了，你想让这个红光打得更深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不太有必要去升级买6合1。但是如果你对价格不敏感，然后你用4合1觉得用了一段时间有点够了，本着买新不买旧的原则是可以换的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4合1依然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你只要坚持用，效果差的不大。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 variable 是坚持用，这个差别很大。OK， 然后我再快速说一说其他的面罩好了。我觉得不是一个护肤变态应该不会买的吧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眼部护理的 LED 眼罩，其实我觉得我入这个都不算夸张，它还有一个嘴部专用的，我觉得那个更鸡肋一点。这个眼罩其实还是有点子技术在身上的，它呢是80个灯珠，就是
这个灯珠的密度在这么小的面积上，它比任何的面罩都要高。不要看它小啊，里面还4种波长呢，琥珀光，然后红光、深红光、近红外光，每一个都特别的温和，只要3分钟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我在有这么多面罩，在有6合1的情况下，我还会用到这个？那首先呢是波长组合不一样，琥珀光呢它是605纳米的，属于特别的温和和舒缓的一种光，这个是6合1没有的。再一个呢是它的功率和强度，因为这个专门为眼周设计嘛，所以它更温和也更精准。那6合1虽然是也能够照到眼周，但毕竟它是个全脸的面罩，它眼周的功率配置就不会有这么量身定制。然后它这个形状呢也特别贴合眼部，就毕竟6合1是一个面罩，就是它要是所有地方都照顾到，那这个呢是眼罩，它设计就是为了贴合眼睛的，所以它贴合的更好。然后大家用的时候记得戴眼罩来使用，而且只要3分钟嘛，你就是很快速，一下子就搞定了，冥想3分钟完事儿了。我如果发现自己最近黑眼圈特别明显，或者是眼周特别的疲惫，我会额外再加一个这个，也不会到每天用啊，有时候会忘。下一个这个 LED 颈罩是颈部和胸部的，它是229个灯珠，它覆盖了你的脖子和胸部，就前面胸部以上这个位置啊。这其实是一个我基本上每天还都会用到的一个东西，它是老款，就是还是1代，新的我看差别也不是很大，我就没有更新。我之前其实会用我的面罩来罩脖子，就有的时候会把我的4合1放到脖子上，然后我就发现它贴合不是很好，再一个眼睛那里还有2大洞，我想算了，干脆就是整一个专业的得了。它是连着脖子加胸部上面的啊，整个这里面就是非常容易显老的地方都覆盖着了。这个本着胸部以上都是脸的原则，这里我也会比较认真的护肤，也会比较认真的照光。它这个里面呢是红光加近红外光加深近红外光，就是跟那个红光面罩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这个灯珠的布局呢，针对颈部这种大面积容易长纹的区域的优化。所以我一般呢就是脸上是面罩，然后脖子上放这个，它后面有一个细绳可以勒在后脖梗子这里，还是贴合的很不错的，就是你同时脸和脖子可以一起做，都是10分钟搞定。哎，睡觉之前叮叮咣咣的事儿可多了，我老公经常看着我说你累不累呀？OK，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头皮的这个生发帽、生发盔，它里面是120个灯珠，全是红光，但这个红光其实跟我们照脸的红光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因为它的作用于头皮的，头皮下面是有毛囊的，毛囊需要波长的范围是620到660纳米，所以呢，生发头盔用的这个红光的波长设计就是在这个范围调整过，因为它这种特定波长的红光，它是直接刺激你的毛囊进入生长期，它同时可以降低 DHT 水平，就是导致脱发激素，就是你刚开始用这个头发就生发发盔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会让头发进入一个脱发期，它不是一件坏事啊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代谢过程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新长出来的这个头发就是它会变得更粗，然后变黑，变得更蓬松，脱发量呢也会明显的减少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如果你想入这个帽子，首先这个不便宜啊，非常非常的贵，就我真的是不懂啊，简直就是精准收割我们脱发人群，一定要买大号的，不要买小号的。它有2个号，我非常不幸的入了小号。我每次用都夹得我脑瓜子疼，一定要入大的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家里就是你老公也能用，家里如果有老人，爸妈也可以用。毕竟这个男人脱发问题更严重嘛。我老公总吐槽说，为什么你要逼我用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？OK， 讲完了，然后我来最后的总结。如果你只买一个，我的建议就是6合1啊，因为6合1呢用途最广泛，效果最全面，价格呢相比它提供的功能来说也是非常的合理的。但如果你预算有限，那我觉得2代红光面罩也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它的功能很完整，价格相对友好，然后红光本来也就是最有效、最常用的一种光。那如果你是有痘痘的问题，且这个痘痘困扰你很久，且你没有什么抗衰的需求，你比较年轻，我会建议你考虑入这个蓝光面罩啊，现在已经出了2代了，可以入2代，它专注祛痘效果非常的强。那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面罩，你想要精准出击眼周啊或者是颈部的面罩，因为大多数人确实存在眼周和我们脖子周围护理上有缺失，那因为现在正好也是黑五折扣期间嘛，折扣是到本月月底结束，那折扣码呢也在这里，算是全年最低价啊，全年最低价不可能比这个再低了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入手的好的时机。而且呢，就是现在Current Body 他们的红外毯还有能量毯也都加入打折，也是非常合算的。这里有一期非常详细讲的测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他们家退货期呢都是60天，一定要留好包装。然后呢，这2个月使劲的用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坚持不下来，或者是觉得真的没有效果，退了也不要落灰。你坚持用2个月，你一定能看到效果，一定可以的。关键是坚持。OK 了，那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我是 Evie， 我会定期分享这类护肤的黑科技视频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啦，拜拜。